大家好，今天用西红柿搭配一块冬瓜，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，很多朋友都没见过，更没吃过，保证你吃一次就会爱上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先把准备好的西红柿处理一下，我们找一个小勺子，在西红柿的表面给它刮一下，边边角角都要刮到，这样好去皮。全部刮好之后，在西红柿的顶端划十字，然后再把西红柿的外皮揭下来。刮过的西红柿特别的好去皮，这样去皮不用烫，非常的简单快速。去皮之后，把西红柿从中间切开，去掉根蒂。去皮的西红柿非常的滑，注意别伤到手。然后把西红柿改刀切成小块。切好的西红柿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把冬瓜处理一下，先把冬瓜的外皮切掉。冬瓜营养丰富，入秋我们要多给家人吃一点，对身体非常好。然后给它对半切开，再切成4瓣，去掉瓜瓤。接着再从中间切开，再把冬瓜切成小方块。最后全部给它切成像这样的小方块就可以了。切好的冬瓜放入一个大碗中，然后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冬瓜浸泡一会儿，先泡着备用。接着准备2个洗干的香菇，增加营养，把香菇切成薄片。切好的香菇放入盘中备用。下面准备半根大葱，先对半切开，再切成葱花。切好的葱花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2根香菜，把香菜切成小段备用。下面小碗中打入2个鸡蛋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散，要多搅一会儿，让蛋清和蛋黄融合在一起。这时我们的冬瓜也泡好了，控水捞出来，放入另一个大碗中。接着往里面加入1勺面粉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让每一块冬瓜都裹上一层面粉。像这样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起锅，加入食用油，油热之后加入葱花，快速的翻炒，炒出葱香味儿。炒香之后放入西红柿块，继续翻炒，把西红柿的汤汁炒出来，把西红柿炒软。西红柿炒软之后，接着把切好的香菇加进来，继续翻炒，把香菇炒至断生。接着加入适量的开水，然后放入裹好面粉的冬瓜，快速的搅拌均匀，防止粘连。匀之后，给它盖上盖子煮上3分钟，把冬瓜煮熟。接下来调一下味儿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半勺白糖，适量的鸡精，少许的白胡椒粉，再加入适量的生抽，继续搅拌均匀，使调料化开。再次煮开之后，把鸡蛋液呈流线状淋入锅中。鸡蛋液刚放入锅中，不要着急搅动，等鸡蛋液定型之后，用勺子轻轻的推动几下，大家看一下，漂亮的蛋花就出来了。
出锅前撒上适量的香菜，少许的小磨香油增香，最后再加入几粒洗干净的枸杞，好看好吃又营养。再次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把做好的西红柿冬瓜汤盛入一个汤碗中，这样一道好喝的西红柿冬瓜汤就制作完成了。这样做出的西红柿冬瓜汤，汤鲜味美，特别的开胃下饭。立秋后天气渐渐转凉，给家人做上这么一道西红柿冬瓜汤，暖心又暖胃，真的是好喝又解馋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食材也非常的家常，喜欢的朋友就这样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面粉别总是包包子、炸油条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，比油条吃着有营养，比包子馅饼还简单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先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，给它切成葱花。小葱可以多准备一些，这样会更加的好吃。切好之后放入一个盆中，准备一个去皮洗净的胡萝卜，去掉根蒂，先给它切成薄片。然后改刀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小丁。切好之后放入盆里备用。准备一个青椒，洗干净之后去掉根蒂，去掉里边的籽，然后放在案板上，用刀稍微给它压一下，这样会更容易入味。然后改刀切成长条。最后切成小丁。切好之后放在盆子里备用。一个红椒，同样去籽之后切成长条。再切成小丁。切好之后全部放在一起备用。再准备一根孩子们爱吃的烤肠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长条，最后切成小丁。切好之后和蔬菜放在一起，接着往里面加入300克的普通面粉，1勺食盐，再加入2克白糖促进酵母发酵，最后加入5克的酵母粉，用筷子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。然后倒入温水，边倒边搅拌。一直搅拌成这样的面絮状，没有干面粉的时候下手揉成面团。最后给它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，像这样就行了。表面给它刷一层食用油，锁住水分。盖上保鲜膜，放到温暖的地方发酵至2倍大。趁着醒面的时间，我们来调一个油酥。准备一个小碗，往里面加入2勺面粉、1勺玉米面、1勺食用盐、适量的五香粉，然后加上刚烧好的热油烫一下，再用勺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加入玉米面调出来的油酥特别的香。搅拌成这样的稀油酥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看一下，面团已经醒发好了，里面全是丰富的蜂窝状。我们用拳头给它捶一下，按下去不会弹，像这样给面团排排气。案板上撒上点干面粉防粘。把面团再取出来，放到案板上，稍微给它揉一揉。再搓成长条，先给它切成一个大剂子，然后再把剩下的面团分成均等的小剂子，再把每一个剂子揉圆。
用手按扁，再用擀面杖擀薄一些。如果粘的话，我们可以给它撒上点干面粉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最后我们擀成一个厚度约2毫米的圆面片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把剩下的小剂子用同样的方法擀成面片。全部擀好之后，先拿出第一张大饼皮，上面再刷上调好的油酥，涂抹均匀，边缘要留点空隙。再依次叠加擀好的小面皮，每叠压一层都要刷上一层油酥，像视频中这样操作就可以了。再盖上最后一张面片，上面就不用刷油酥了。然后在最上面的饼皮边缘处刷一层清水，这样会粘得更加紧实。把最底下的大饼全部给它包起来。像这样就行了。然后给它翻过来，在饼的上面刷一层清水。再撒适量的黑芝麻，好看又营养。用擀面杖给它擀一擀，这样芝麻粘得更加牢固。像这样我们的生胚就做好了。接着准备一个蒸锅，把我们做好的生胚直接放到蒸锅里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开锅以后蒸2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关火，先不要打开盖子，让它焖上2分钟，这样可以防止塌陷。好了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哇，好香呀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用手按压一下，非常的渲染，就是熟透了。稍微的放凉，给它拿出来放到案板上，切成小块，方便食用。放入盘装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一道非常好吃的蔬菜千层饼就制作完成了，看一下。这样做的千层饼层次分明，一层比一层香，吃着非常的有营养。如果有朋友不喜欢吃蒸的话，也可以放到平底锅里面烙一下，那样外皮就是酥脆的口感。不过蒸出来吃着会比较渲染一些，非常适合老人孩子们吃。而且这样做的千层饼，就算凉了也不会发硬，也比较好消化。像这样当做早餐，不用吃配菜也非常的咸香美味，搭配点小米粥，真的是很不错。这个做法特别推荐给大家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